大家好，我是大宇。对于于朦胧案的认知，今天一天之内我是实现了质的变化。那今天一开始，我仍然认为是中共权贵后代的小魔头们作祟，对欲望的刺激性满足超过一般人类正常范围，同时一再突破良知底线。但稍后呢，我再了解案情的时候，发现不是这样，背后可能有更大的阴谋。但我不敢确定，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呢，在几个小时前的直播中，我也只能是暗示于朦胧死因不单纯，不排除是死于折磨人的中共邪教仪式。但我仍然没有往给中共领导人献祭的方向去想，因为呢，我对这种献祭的方式仪式包括成立条件都不太了解。我想若是给席包子续命，真要这么干，为什么不找寂静无人的地方？为啥非要在一个小区里边？还是针对一个艺人参与者呢也都是艺人来干这么个事儿，我想不通。结果呢，之前的直播刚结束，就有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你看没看马仙的最新的油管节目，讲了于朦胧是被用于献祭的全部可能性，非常邪门。我一看呢，立刻就点过去听，结果真的恍然大悟，于朦胧经历的一切跟献祭续命的这个邪术简直太像了。你要说还是巧合，那我也真的没啥好说的了。这还是巧合的话，那什么不是巧合呢？所以听了马先生对这方面的专业讲解，我真的茅塞顿开，也正好弥补了我对这方面疏于了解的短板。因此呢，决定冒昧分享给大家不过呢，只是梳理一些马先生所说的要点跟大家讲。我把马先生这期节目的全集它的链接放在节目下方，您如果想深入了解就去看。同时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订阅我这个频道，这也能帮助节目提升推送等级，让我们的节目被更多朋友看到。那我早就跟大家说过，那习近平非常相信超自然的东西，其实呢也不只是他，中共高层领导都很信，但他们找不到什么正派的人取经效法古代帝王正道，修身养性，达成改运甚至改命。他们是投机取巧，在保证自己欲望的同时总找一些玩邪术的人给自己续运。所以呢，习近平等中共高官总去什么寺庙观宇西藏高原，不知道是去找什么。那么为什么要找人做祭祀？就是我刚刚说的续运甚至是续命。那早就有能掐会算的人说，习近平的命数好像差不多了，但现在看他还在那儿挺着，这本身就挺邪门不知道他从哪儿找的灵丹妙药。现在呢，我知道了，他找的不是灵丹妙药，而是用大活人为他续运的邪术。很可能这不是第一次。那这个续运的基本原理呢，就是某人比如席包子气数将尽，那这个时候呢，他要按照一些既定条件，找一个八字匹配的人去替死糊弄阎王爷这叫活着的木乃伊。而且呢，祭祀过程一定要见这个血那么为啥选艺人呢？因为艺人呢，被一些这种术数的观点看呢，是属于集两性于一身，有点女人男相男人女相的意思，可能呢是需要具备这种条件的人吧。那艺人刚好符合，然后呢，提前很多年就要物色这样的人，选中之后，在祭祀之前的漫长过程，好像是被叫做养尸是吧？那么先养尸，再做祭祀。然后呢，到要祭祀前的几个月开始，需要这个养尸的这个对象吃素。那于朦胧此前直播时说过自己几天都没怎么吃饭，就是吃了一些菜2016年悲惨离世的乔任梁死前呢，也有过吃素的经历。所以呢，有些说法指出，于朦胧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的死期，那就是他早就被选作要当做祭祀的对象。那么还有人派人一直看着他。那比如他的所谓经纪人杜强，就被认为是专门干这种脏活的专职人员。他在2015年乔任梁死前的1年，在微博上发切割这个蛋糕人的惊悚的画面就被认为是为后续针对乔任梁时的练手。在发蛋糕人图片的同时，那杜强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什么整体可以变成碎片，但碎片永远拼不成整体。那近些年呢，他又开始做于朦胧的所谓经纪人，也许就从那一刻起，于朦胧就被选中。那杜强呢，很可能介入到于朦胧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安排。但于朦胧呢，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被养尸的对象，
包括先前爆料有人提到于朦胧被拉进不明群组，里面商量的各种计划，最后于朦胧啊逐渐发觉那都是针对他自己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呢，如果于朦胧的死是因为这个，那什么所谓吞 U 盘呢，掌握洗钱证据之类的，那根本就不是主因。这样呢，于朦胧被选中养着，那直到近期开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进行这种邪术啊，需要一些条件。我没理解错的话呢，就是第一，要在获得祭祀的人的本命年，比如细包子今年是蛇年，就是他的本命年有冲犯啊，需要在这个年头进行。另外呢，在祭祀之前要有旗鼓声，就是呢在大的空地或舞台上挥舞旗帜，弄出很多响动。9月3号的大阅兵正是如此。那还要有血月，9月7号和8号是血月啊，要有风有云有闪电，这些呢都具备了。甚至呢在于朦胧遇害当晚，大约9月10号午夜前后，那天空呢出现过短暂的闪电。那特别是祭祀前呢要有大仪式，就是9月3号阅兵，然后呢要赶在有血月的时间段进行，这正好都符合。而动手的时间呢就选在9月3号阅兵之后的9月10号，正是弄死朦胧应该就是刚过9月10号到9月11号之间这个时间交叉点附近。那为什么是9月10号呢？因为刚好是血月刚过，然后呢又是阅兵那场大仪式啊，7日祭结束，这是个专有名词。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于朦胧至少在阅兵当天就在他们手上了，完全没有自由，直到被弄死。而且呢一定要在第7天做祭，那这也正好符合9月10号朦胧被折磨1天的情形。那怎么做呢？这部分呢我听的不是特别明白，因为呢有很多专业名词，大家可以直接去听马先生的节目啊。大意是说呢，祭祀是要取人的魄，魂魄的魄，怎么取呢？要化生脑啊，好像就是从头顶开脑，然后呢要开下，就把下体取掉。大家注意啊，这个过程人还是有意识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天庭截断，古道取魄的说法，就是呢防止灵魂上天庭告状，然后呢魄会从下面出来，这时呢就要领魄。因为人有7魄，所以呢领魄要有7个人。马先生说呀，另外还需要10个人，这个我没听懂啊，不知道这10个人是具体做什么。但是呢那7个领魄的人领了魄之后，有一个仪式叫开生路，或者叫巡游，一定要在受害者死之前进行。这时呢人还有气息，还有意识。这一下就让我想到有人在楼道里在不同位置架着于朦胧走来走去的录像。而且呢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这7个人呢分别领取人不同的魄，人的7魄分别是尸狗、腐屎、雀阴、吞贼、飞毒、除秽、臭肺，或者叫臭尸哈，我不知道这个字具体该怎么念啊，它字写的是废字哈。那么每个人领一个，按照顺序，领第一个魄的人在巡游的时候要喊好吃啊，大家注意啊，不是好吃，要念成好吃。依次往后，第2个人喊好穿，第3个人喊好淫，第4个人喊好赌啊，第5个人喊好货，第6个人喊好贪，第7个人喊好一切杂事。那这些仪式做完，要搜集指甲呀，还有2个带洋葱纹路的同心圆的这个物品，包括附近的一种什么水啊，就在他们进行这个祭祀地点附近的什么水，这个呢我也没听懂，但是呢正好阳光上东小区附近呢有那个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帮人呢毫不避讳选在阳光上东小区干这个事儿。总之呢要集齐各种元素用于祭祀，那包括呢像我刚才说的，要有一种具有同心圆纹路的宝石，那后来呢也有不用宝石的，用带有类似同心圆结构的贵重物品。大家想到什么了吗？于朦胧坠楼之后啊，身上不是有2块限量款的劳力士手表吗？那手表表盘是什么样的呢？那不就是同心圆结构吗？对吧？而这整个的祭祀过程做完之后的49天叫49日祭，那目的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期间啊续运续命的。那9月11号之后的49天有什么需要续运的吗？如果真的是包子弟在指使人干这个事儿，他要续什么呢？我想很多朋友啊会想到10月20号到23号之间进行的4中全会，那被视为高层权力争夺的一个关键节点。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呢也会有些意外状况，比如参与祭祀的人不太行啊，品质太过败坏，手法不好，会被冤魂报复。所以就有新闻说嘛，那个红毛程青松在9月11号之后带着小男友上医院看病，对吧？
有爆料说，程青松近日是精神恍惚，总觉得有影子跟着他，睡觉也睡不好，这不就都对上了吗？那很多爆料不都是真的吗？其实呢，祭祀前后啊，都会发生一些奇异天象。比如在9月11号祭祀之后，那北京真的出了一些大事儿，很奇怪的天象，包括9月13号前所未有的冰雹袭击北京，损失惨重。那么9月15号，北京潭柘寺千年菩提树树干断裂，这都是极大的异象。当然了，这种祭祀是邪术，是中共党人热衷的东西。按照马先的说法，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搞不好100日之内会发生灾异。我想的呢就是报应了。那以上呢就是董周易还有一些术的马先披露的内容，我只是凭自己理解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可能有不准确的细节，但是呢大意我想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看有不少网友对此也发表评论，有的说呢自己朋友也认识道门中人，早有人跟他说于朦胧是被陷了。那么也有说呢，中共9月初在内蒙找人抽血验血，那广州呢也有小孩被骗去抽血，是不是都跟中共邪术想找什么对象有关呢？亦或是就是为了器官的这个买卖，是吧？但这位网友也说，从9月11号之后，北京的种种异象来看，中共搞这些邪术瞎折腾，搞不好就快改朝换代了，太邪门了。而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可能也对习近平要续命到150岁的方法有了更强烈的即视感，对吧？很邪恶。那么昆仑山呢是中华龙脉之源，有网友说中共每年要送这个300童男童女到昆仑山顶去献，以前呢以为是阴谋论，根本就不屑一顾，现在呢倒吸一口凉气。那么更奇异的是呢，台湾有 YouTuber 利用超自然声音采集装备，就是什么 EVP尝试跟于朦胧对话，结果呢真的在设备中收到一些中文的答复的声音。那当这位台湾博主问于朦胧的亡魂希望粉丝为他做什么，那居然收到点灯2个字的答复。网友们的理解是，寺庙里为逝者点这个往生灯有的大灯可以装很多油，燃烧7749天，帮助亡者超脱。那有朋友发影片说，在台湾呢已经有朋友在为于朦胧点灯，一盏盏烛火诉说着不尽的哀愁与悼念。人们在烛火中看到的不仅是于朦胧，还看到了众多在共产红祸中一一离去的人，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这些神奇现象您怎么看呢？这一切是巧合还是确有其事呢？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的爆料信箱是大鱼到力 @protondomi， 也请朋友们帮助传播我这个新频道，让更多朋友来订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